算盘来开会，我真是头一次见着。这整个会上，就听着他的算盘珠子响。林世群本来是个二五眼，让他算盘珠子这么一拨，反倒开窍了。此人很精明啊。对呀，林世群现在身边有了他，等于如虎添翼，以后就更难对付了。吕飞啊，你说此人会不会是共产党啊？不会吧？他是卢孝安的女婿，应该不会和共产党靠上。你呀，用脑子好好想一想。潘达的死，你以为只是因为烧了日军仓库吗？那是跟共产党挂上了，到最后，谁也救不了他。那，你马上给营佐将军打个电话，就说我要见他。是。此人不除，林世群总有一天会爬到我头上的。你们回来啦？我还以为今天会很晚呢。本来是很晚的。周淮海把宣传部那帮老学究啊都叫来了，跟我大谈什么清乡剿共，鼓动什么政治宣传的。哎呀，绕来绕去就是不愿意进主题，我插不上话呀。多亏了帅票急中生智，把这个算盘呢掉地下了，散了。满地的算盘珠子，他弯腰去捡，就把这帮老学究的谈话呀给打断了。我也是观察到了部长的表情，才想出这个办法的。那后来谈到拨款的事情了吗？周淮海提出了一个方案，1500万在1年半内下拨，而且要分11次下拨。如果部长同意了这个方案，那等于就是受制于他了。那岂不是就像老板给员工发工资吗？我就慢慢的跟他来算账。哎呦，你没看见那场面那有多滑稽？满屋的算盘噼啪声啊，那帮老学究被磨的是哈欠连天呐。周淮海他算不过帅飘啊，没办法，就把这笔款项一次拨清。正好我拿了这批款项可以扩军。部长，什么事儿？没事儿。哎，世群，你们先聊，我出去一下。好，来，帅飘坐。刚才好像有话要说。帅飘身边有个女孩叫雪儿，我好像看见她跟邢淑媛在一块儿。邢淑媛。帅飘，刚才我说到扩军，你很不屑的样子，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，我怎么敢对部长您不屑呢？别紧张，把想说的告诉我。真的没有不屑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，从来都是挣钱不如花钱快。我用这钱扩建保安军，清乡剿共又不是做买卖，什么叫花钱呢？部长，其实您的用意我清楚。江苏的武装不归省政府管，您虽然是省主席，但是没有实权的。高正道虽然是把位置让下来了，但是他手眼通天，周淮海又是他的后台，省政府啊都是他的原班人马，随时都能把您挤下来。所以呢，您也不傻，就想用这个亲乡委员会来行使江苏省政府的职权，对吗？这不奇怪。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不是比国民政府大吗？军事委员会比国民政府大，是因为这场战争。同样的道理在江苏，如果新四军退回到江北，那您的亲乡委员会还有用吗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部长您混到现在，除了手底下有一票的特务，您是要钱没钱，要地盘没有地盘。而周淮海就不一样，
他不光是行政院的副院长，还兼任了财长和上海市长，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呀。那接着说，干嘛要急着扩军呢？其实可以扩建银行啊，这笔钱拿来当本金，正好可以把立泰银行搬到苏州去。这笔钱就是用来清乡剿共的。可是您想过没有，您这笔钱是怎么拿到的？那是因为江苏有共产党，如果江苏太平了，那您的清乡委员会就没有用了，您想掌控实权的梦想就破灭了，就只能寄人篱下，给人跑腿啊。部长，您的志向不会是只想当一个特务首脑吧？您不想当一个将军吗？说下去。其实一个将军，一个省主席，都不是您的目标。您的目标是周淮海。您要取而代之，可是您又不是汪先生的亲信，您知道这有难度，所以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靠实力，对吗？他才当上秘书，怎么就敢说这样的话？我现在怀疑他是不是军统的人。现在还不能这么早下定论，毕竟邢书院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。没事，只要帅飘这小子有点心，我非让他露馅不可。帅彪，你这话说得出格了。您听我把话说完。部长，您现在在上海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可是出了上海以后，您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您没有真正的地盘，没有可掌控的军队，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。在汪主席眼里，说的难听一点，您就是看门狗的角色。您深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你要争实力。这次清乡给了您最好的机会。您的目标除了抗日武装之外，就是政权。对吗？帅彪，这就是你对我的分析。没错。您有2个敌人，一个是明的敌人，江南的共产党新四军；一个是暗的敌人，内部的周淮海支流。如果新四军撤回到江北，明的敌人就没有了，那暗的敌人就会找机会撤销您的清乡委员会。您想拿到实权，想更上一层楼，那肯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帅彪，你是吃了雄心豹胆了，这话也能说出口？你不要命了？我说的是实话，我都是在为部长着想啊。为我着想？滚！给我滚！给我滚出去！世群，别发火啊！你先出去吧。哎，帅彪，你今天刚上任就惹部长生气，你小子是不是不要命了？就因为我是秘书，所以要讲实话。讲实话也会死人吗？哎，世群，我刚刚都听见了。他说的有道理，你怎么发火了呢？这小子把我的心都看透了，太可怕了！我能不发火吗？将军，哎呀，周院长，哈哈，你怎么有空来了？按中国人的话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我是向您禀报一件事情的，将军，您不知道，这2天76号的人马把上海搞了个底儿朝天。另外，林世群身边藏了个共产党，叫帅飘，图谋不轨，这些您都不知道啊。周院长，你的火气可是不小啊。是的，这个潘达呀，就是让帅飘给毒死的。为什么？
因为他有嫌疑是共产党，他为了逃避，所以要杀人灭口。林世群答应要枪毙帅飘，可是帅飘并没有死，反而摇身一变成了他的秘书，还参加了清乡剿共会议。哦，对了，将军，林世群说您同意的，是吗？把照片拿来。这是潘达临死前用血写的一个字，林部长把它给拍下来了，你看看。将军，这是伪造的，林世群伪造的，他想陷害我呀，将军。这件事，林世群怎么敢作假呢？我让情器工作去检查过，这的确是潘达的字，所以林部长让帅飘做他的秘书，我又怎么能反对呢？周院长，不要太在意了，潘达不过是个小人物，死就死了。关键是你和林部长的关系，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之间内讧。将军，说实话，我也不想跟林部长有矛盾，我真不喜欢他身边那个帅飘。可是你没有证据证明帅飘和共产党有什么瓜葛。我会有的，将军，我一定会有证据的。雪儿，帅飘哥，门卫打电话说你有事找我。今天下午邢小姐来找我，问了你好多事，所以我就想来看看你。可是现在要见你真难。雪儿，这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以后有事啊，我去找你，你别再过来了，懂吗？哦。邢小姐让我问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，她也没跟我说什么事。很快就有消息了，你赶紧回去，就这么跟她说，啊？哦。走吧。进。部长，什么事儿？我之前跟太太汇报过，不知道太太跟您说过没有？有个叫雪儿的姑娘，刚才就出现在咱们的大门外。这个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说呢。治安发现帅飘身边那个女孩和邢淑媛有来往，他觉得非常可疑。你是说那个女孩刚才在门口和帅飘聊天？是，他们见面没一会儿就分开了。我总觉得鬼鬼祟祟的。志强，你去把帅飘叫过来。是。世群，那你也先出去，我一个人跟他谈。帅飘，部长在办公室等你呢，找你谈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谁知道啊？去了就知道。走。部长，您找我。帅飘，军统上海区长陈公树是戴笠手下8胆金刚之首，他曾经在河内暗杀过汪主席。
在北平和上海制造了一系列刺杀活动，可谓胆大包天。你知道他在我枪口下是什么样子？吓得趴在地上，裤子都尿湿了。你为什么跟他不一样呢？水彪，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，回答得好。刚才你的胡言乱语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；要是回答得不好，我随时让你倒在我的枪口下。我问你，平时你办事唯唯诺诺的，今天怎么判若两人呢？在周海海的会上，你的发言让我大吃一惊啊！刚才在我办公室的胡言乱语，那更是出格了。你告诉我，这些是谁教你说的？部长认为我说错了吗？如果是错的，您可以马上把我毙了。我今天不论对错。有人看见你跟司马空的人联系，是他们教你说的这番话，对吗？部长跟他费这么话干嘛？一枪把他崩了不就得了吗？你懂个屁！要杀他早就杀了，还用等到现在吗？听着，我知道部长在怀疑我什么，是邢书元吧？部长既然知道他跟司马空有来往，而没有抓他，您的意思我很清楚，无非就是退路二字。笑话！我需要什么退路啊？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当我没说。部长刚才问我为什么会有变化，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我现在的位置不一样。一个秘书的职责是什么？慎思而永决，疑定而治坚，善断善谋，以实对实。所以刚才那番话，我不对您说，还能对谁说呢？那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把那笔拨款归为己有，日本人知道了会怎么想？周淮海借款5000万，您花了1500万就把事儿办了，您认为那剩下的钱还能归你吗？清香剿共是件大事儿，他把这笔款项吞了，这总是说不过去吧？那要看具体情形而定。所谓谋定而思动，江南除了共产党，还有蒋介石的忠义救国军。日本人就是想来个搂草打兔子，来个一锅端。您这个时候再不出手，那将来怎么跟重庆方面谈条件呢？水彪，来，跟我来。这就是整个清乡的军事行动方案，看到了吗？首先从苏南开始，然后是太湖的东南、上海郊区以及苏淮特别区，接着是镇江、苏北、浙江省，最后是安徽、广东和湖北地区。计划倒是很宏伟，就是实施起来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吧？我当然知道这个计划难以实现，所以我才把它告诉你。刚才你在办公室说的话很有道理，江苏不能太平，太平就没我的事儿了。疏远。老家发来电报，急需了解敌人的清乡计划。你见过雪儿了吗？我跟他聊了很久，帅飘的际遇非常让人同情，我也明白他想跟我们保持距离的原因。后来雪儿去找他，把我的意思告诉他，帅飘说他会尽快弄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以后你还是不要直接去找雪儿，容易暴露自己。另外，对帅飘也不利。我知道了。还有个事情，我必须要跟组织汇报。你说。司马空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。他怎么知道的？
那天我们还有老猫跟帅飘见面的时候，被司马空发现了，他认得出老猫是潘达的手下，再加上平时的一些蛛丝马迹，由此推断出我的身份。也难怪，面对这么聪明的人，也瞒不了多久了。哎，他对你态度什么样？他当然很生气，作为一个军统，被我们隐瞒了这么久都不知道，他能有什么好心情啊？他当时严厉地指责我，我也很生气，我就跟他说，要么你杀了我，要么把我送给林世勋请赏。看起来，他什么都没做。从抗日的角度上来说，司马空他是一个正直的中国人，毕竟戴笠3令5申的下令要他找机会除掉我们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。由此我相信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也是不会对同一战壕的战友下手的。但是，他再怎么正直，也是个军统，所以你以后更加小心点。老郑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看人是不会错的。这份清乡计划只有少数人看到，你现在看到了，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部长，您是想让我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，对吗？说实话，我看不清楚这场抗战到底谁输谁赢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我希望你给我做个证明，证明我林世群对抗战是有功劳的。您这还真是一石二鸟啊！您很清楚，剿灭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是徒劳的。如果这些抗日力量都跳出去了，那您连江苏都插不进来。所以你希望我把这个计划泄露出去。只要新四军还在江南，您的亲乡委员会就还有用，您就可以借着这块招牌招兵买马，扩大势力，这样也就有条件跟周淮海叫板，对吗？你的第二只鸟呢？第二只鸟就更明显了。您想给您的将来留条退路，这个账怎么算，您都是稳赚不赔啊。帅平啊，你没有完全猜对。剿共是真的，至于忠义救国军嘛，我可以放他一马。这事要传出去，你的脑袋可就不在了，懂吗？这事我明白，您大可放心。剿共是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共同点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？您这招实在是太高明了。行了，咱不说这些了。你告诉我，那笔款子我怎么才能留下来？一个字儿，吹。我最近看报纸，太湖流域有3个县遭受了虫灾，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你可以给它吹出去。3个县可以说成是13个县，10万灾民可以说成是100万灾民。您是省主席，灾民有难，你得救啊，这是您的责任。那赈灾要靠什么呢？当然是钱了。所以说，这1500万恐怕都不止啊。你这招不灵，这笔款子是用来清乡剿共的。现在谁还关心灾民的死活呀？您是省主席，灾民就是您的子民，您不救他们，谁救他们？这件事情，您大可义正辞严。如果不救这些灾民，他们很有可能就去当土匪，甚至投共。那江苏就彻底烂下去了，连清乡都进行不了了，后果将是不堪设想。日本人和汪主席他们都不傻，他们就会顺着您的意思去做。您又得到了钱，又得到了好名声。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啊。既然是吹出来的，那我干嘛不把这笔灾款给截留啊？您应该继续向周淮海要钱，1500万要到之后，继续再要，直到要到5000万为止。好，水平，就这么干。你现在就去联系各大报社，先把这舆论造起来。部长，
我有急事向你汇报。我们出去说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院长办公室刚刚打来电话，说他们接到了一个炸弹。周院长很是震怒啊，让我们立刻查处。谁干？可能是因为潘达事件的原因，吕秘书一口咬定是共党干的。但是我很怀疑啊，这种事情除了军统，还有谁能干得出来呀？你说这司马空是不是吃了雄心豹胆了？现在上海风平浪静的，他非要掀起波涛，竟然向我挑战。部长，那周院长那边咱们该怎么回复啊？先撂下。这炸弹不是还没炸吗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你就回他3个字：知道了。进来，院长，来。你给76号打电话，他们怎么回复啊？是赵之江回的电话。他说向林部长已经汇报过了，可林部长只回了一句知道。什么？就说知道了，没说怎么去查吗？他们就这么糊弄我吗？我没说您手里这封军统的恐吓信，我咬死了是共产党干的。可是我觉得不太相信啊。你呀，自作聪明。林世群是特务出身，他一眼就能看穿你的把戏。我要清除他身边的帅漂，不是靠这种栽赃的方法，懂吗？是我太心急了，我应该等您回来先向您汇报的。好了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。林世群这种态度，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再给他打电话，要他一定要严查此事。另外，你告诉银行，那笔拨款暂时的缓几天，我要压压他的锐气。可是院长，清乡剿共迫在眉睫，您要是这么压他，他万一一状给您告上去，日本人会同意吗？我不是不给他这个钱，我正在考虑发行一种新的货币，来代替流通的法币。这件事情已经酝酿很久了，现在是实施的时候了。不过，还要跟汪主席磋商，征得日本人的同意，然后我再把钱拨给他。好了，你去给银行打电话。是。这个司马空给我寄炸弹和恐吓信，我想干什么呀他？你怎么来了？大笔和纸，再晚我就记不清了。你拿到敌人的清乡计划了？我来说，你来记。你说，清乡计划一共分为4个部分：第一，军事倾向；第二，政治倾向；第三，经济倾向；第四，思想倾向。我先从军事倾向，日军不爽说起。小彪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搞到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还记得那个林世群金库被劫吗？他当时为了引诱司马空，抓了邢小姐，因为他一直觉得你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所以这次他发现邢小姐和雪儿有来往，于是就怀疑我跟军统也有联系。我和雪儿见面被发现了，这确实是我的疏忽。没关系，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同时也利用了林世群和周海之间的矛盾，给他们出了一招，养寇自重。林世群很阴，他跟戴笠之间其实早就有联系。你们没发现，最近76号和军统之间一直相安无事吗？这一次，他更是想卖给重庆方面一个人情，
要知道，在江南啊，除了你们共产党的新四军之外，还有国民政府的忠义救国军。按照他的想法，这样一来，既能剿共，又能卖给忠义救国军和国民政府一个面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份情报只是要救忠义救国军的，对吗？没错。现在你们得到了，我想知道你们会怎么处理。我们可不是戴笠，我们的心中只有一个敌人，那就是日本人。只要是抗日的队伍，都会得到这个消息。太好了，你们果然是大仁大义。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你们的人情我也还了，我该走了。等等，帅彪，这是同福路33号的钥匙，今后我们在那里见面。走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会继续为我们工作？我们的全民族抗战是一股巨大的洪流，只要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卷进来，就不会再出去。哎，把钥匙还我！少他妈废话，想要吗？跟我来。哎，你等等！世群，我听说周院长又把那笔拨款给压下来了，真的吗？刚才王主席从南京打来了电话，专门解释了此事啊。财政部准备发行一种新货币，叫储备券和法币等值。这日本人呢也同意了，不过这新币还没印出来，一旦印出来，立刻拨付给我们。王主席答应多拨我们500万，一次性拨到位2000万。这不会又是什么花招吧？这事儿我早有耳闻，在南京的时候，我和汪主席面谈过，我们确实需要一种新货币和国统区的法币抗衡。既然汪主席亲口答应了，应该没什么大事。哎，那帅飘给你的谋划还能进行吗？当然，我已经让帅飘到各大报社，先把舆论造起来。部长，吕秘书刚来电话，他说周院长让您严查炸弹事件，他要等结果。这事儿就交给你办，你先带几个弟兄们查起来，看看什么情形。明白。周淮海收到炸弹可不是小事儿啊，你不出面不好吧？太湖发生这么大的灾情，我要带着帅飘去视察。啊，对了，吕秘书要问起来，你就这么回答他。哎，你要见我怎么都行，不至于用这种手段吧？抢几把钥匙就算手段了吗？我还给周淮海送了个炸弹呢，外加一封恐吓信。你这不是挑起事端吗？你们可是很长时间相安无事了。是他先挑起的事端。啊，这是在国统区发现的，我查来查去，
你说除了他，还有谁能干这种事儿？这个纸张很粗糙啊，不像是印钞票的纸，更不可能是印钞厂印出来的。你真能看得出来？我在银行待了这么久，我能看不出来？我跟你说，印钞是门技术，这个一看就是小作坊弄出来的，你大可不必惊慌，老百姓啊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而且它在国统区啊，根本没有办法流通的，不会有什么伤害的。那你的意思就不管他了？这可不是我该管的事儿。钥匙给我。你是不是刚跟秦世元见过面啊？你俩都聊什么了？没聊什么，我欠他们一个情，还了这个情之后，不会再跟他们来往了。哦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可别忘了啊，你还欠我一情呢。你那个新世纪大酒店可是我帮你赢回来的，你怎么还我呀？说吧，要多少钱？我不要钱，你呀，把这个事儿给我查清楚。没问题，我帮你查清楚。但是我们也按规矩来，这事儿完了之后，我们俩清楚。哎，这撒泡尿就聊完了？怎么说？他还真是一个肚子里有货的人，不为我们所用，可惜了。5号并转江南指挥部。以下是日伪军整个清乡计划。第一步，军事清乡；第二步，政治清乡；第三步，经济清乡；第四步，思想清乡。将军，清水师团长发来急电，请您过目。清乡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清水师团和皇协军在常熟一带展开大规模行动，可是连新四军一个人影都没看到。此外，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也闻风转移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事情不仅如此，后勤辎重部队在新庄还遭到新四军的伏击，损失惨重。清水师团长非常恼火，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被敌人完全掌握。他怀疑清乡计划是不是已经被泄露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清乡计划只有极少数人知道。可是共产党是有备而来，针对性非常强。清水师团长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。去，把周怀海给我叫来。嗨。周院长，请你解释一下，日军的清乡扫荡为什么会扑了空？将军，刚才我也接到了汪主席的电话，他也很生气啊。这次行动，我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却一事无成，让新四军跳出了包围圈。这很明显是我们的清乡计划被泄露出去了。这件事情，将军和前方的清水师团长也是这么认为。可是你认为是谁泄了密的？我们日本人是不可能泄密的，这是个绝密计划。在中国人中，只有汪主席、你和林士群知道。汪主席告诉我，连他夫人都不知道，那就不可能是在南京，而是在上海。你是清乡委员会的副主任，你怎么看？将军，此计划在上海，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。您问没问过林士群林部长啊？你来之前，我给苏州打了电话，林部长说，连他的太太也不知道
这个计划的任何细节。但是他身边的人会不会接触到这个秘密啊？你说这？我指的是他的秘书帅飘。将军，这个人不可靠啊。他跟报社的邢书元多次来往，我提醒过您，可是将军不相信的。将军，我觉得周院长说的有道理。去，把邢书元抓起来，包括和他有联系的人都抓起来，把帅飘也抓起来。嗨。争奇斗艳，在我心中只有你的容颜，我怎么会忘记这一切？你对我情